给我瞄准了打！注意看，比死神方便还要强悍数倍的中国小将横空出世，冲上擂台，居然将日本双冠王打得嗷嗷惨，叫哭爹喊娘。日本堂堂空手道冠军，这是第一次在国外被打得如此惨烈，毫无还手之力。简单介绍一下，被暴揍的日本冠军名叫真边健太。这家伙是日本泰拳空手道双领域的冠军级选手。虽然真边健太经常不修边幅，不注重外表，可是在总体实力方面足以列入日本前5排名。而且真边健太的抗击打据说早已达到登峰造极程度，哪怕武僧义龙的金钟罩在他面前都只能甘拜下风。真边健太本次来华挑战的目的很简单，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称霸中国拳坛，开拓搏击市场。本次奉命迎战的中国小伙名叫周兴，他可是军人拳王周志鹏的首席大弟子。至此在私下里，周志鹏对于周兴的训练可是极为严苛，就是为了将周兴培养为中国新一代的搏击天才。本次迎战日本双冠王，不仅仅是周兴的艰难考验，同时也能让周兴的名气地位至此水涨船高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现场。第一回合开始，白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周兴，黑色短裤就是日本选手真边健太。比赛刚开始，真边健太就想与周兴进行内围拼拳换脚，好在周兴在赛前就已经制定好了针对性打法，根本不会让真边健太的阴谋得逞，相反还利用各种散打腿法进行阻击。只要看到真边健太有接近的意图，都会被周兴立刻还以颜色。而这个而日本的真边健太是26岁，从身高条件看，甚至要比他高些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日本的选手都打得有年纪，就是他抗打力强，防守能力，这是他一个特点。而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，双方的火药味就非常十足啊，尤其是真边健太。我们看到周兴打得很沉稳，这周兴这个年龄和他在场上的表现要好，就是有点少年武士。非常漂亮，你看这个周兴的这个拳法的一种变化。今天这场比赛很有看点，很有看点。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这台真边健太啊，从我们拿到资料来看，他以前在日本那个空手有过空手的技术。漂亮，一隔边上头。我们看这个周兴在这个纪律感的控制下，我就给你打击点，给你拳。我看你抗多长时间？想不到周兴已经对真边健太进行各种拳腿招式阻击，结果真边健太就如同打鸡血那样亢奋英勇，坚持要进入周兴的内围进行扩大比分。由此来看，周兴如果不拿出真本事，很难阻击对方。随即周兴开始加强自身攻势，尽可能的朝着真边健太的脑袋进行精准命中，绝对要在比分上处于领先状态。看到这个拳法的线路，它是上勾加后直。而且在加强拳法进攻同时，还有一些腿法的扫击动作，作为一种过渡，这是主要进攻手段。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日本的真边健太开始打反击，只要你周兴把进攻节奏放慢，我就打反击。目前在场面上，现在是红方选手周兴占据绝对一种优势，但是我们也看到日本的真边健太，他这个反击意识非常。右拳控制，飞膝。我们看到这个周兴的飞膝，他是加助跑是连地的，第一回合倒计时，一个超手拳，真边健太。点杀，最后一个突击动作。比赛来到第二回合，周兴面对日本选手真边健太的穷追猛打，表现得相当厌烦，于是立刻运用高扫将其压制到擂台角落，于是立刻采取一系列拳法招式将其彻底击倒读秒。真边健太之所以被打得如此狼狈，就是因为太瞧不起人，从开始就一直将周兴当成了小角色进行压制，这才会被周兴抓住机会将其狠狠暴揍。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，现在周兴有意识把比赛节奏控制，因为第一回合冲得太猛，我们担心他的体能的一种消耗。但是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，开局周兴打得非常漂亮，这是高边上头，原地飞膝，这个正方控制，
在这个第二回合比赛里面，现在日本的这个真边健太仍然采用他第一回合的那种战术啊，你在你这个说你的猛情况下，我防守，但一旦你节奏放慢之后，我打反击，加强我的一种进攻的。前高往上投。我们看在前面里面，在后方周星还有基辅，同时也有前后高扫控制对方的头部的打击。在互相对拼期间，真边健太很明显吃了大亏，于是这家伙便想加强攻势来压制周星，将失去的比赛点数给打回来。殊不知真边健太越是这样，周星越是凶猛强悍。因为在台下坐满了中国全迷粉丝，自己的老师周志鹏也在观看台上两位选手的表现。周星只有拿出更为强势打法，压制日本选手，才是真正的胜利。你速度下降，抛手之前，阿里表示一种虚晃动作，因为他毕竟这个真边健太身材身高1.62米，而且他也是从这个52公斤然后升上来。我们需要你们掌声和点亮。我们现在看到周星这个全面的组合打得很轻巧，在这种做的这个控制上，现在周星控制一种掌握了一种绝对的主动。而这一回合，第二回合，周星要比第一回合打得更加的稳健，就打得很清晰，强调这种有效的打。裁判慢慢间告诫这个周星，你的扫击动作应该再高点啊！刚才有要挂住对方裆部这里肩，利用一种口头的告诫。当然，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，双方的进攻的节奏都在防范的原因，都是双方进攻的战术。我们看日本的这个真边健太，你就看他的短腿的一种组合，还是很有杀伤力。第二回合结束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双方已经进行了2回合的拳脚对拼，不说100%的摸清楚，那也了解了8、9不离10。真边健太这家伙的战斗力果然不可小觑。周星对待这种强势的日本选手也不敢有丝毫马虎，一边后撤一边打出犀利的拳脚招式进行还击。真边健太由于打得太上头，却忘记了周星最擅长顶膝，最终不堪重负的真边健太被再次击倒读秒，扣出比分。他是给这个真边健太进行了强突。OK。刚才那个周星的推膝非常的准确，因为毕竟这个真边健太身高是1.62，而是周星身高1.70米，对方高只有8公分，有这种身高的，所以对方在这个地方进攻任务推膝还是很奏效。这样的话，周星的这种优势就更加的明显。当然，现在周星利用这种拳法一种控制，稍加后置，这是一种虚晃。因为在今天的比赛里面，第一回合周星冲的很猛，又是连续连续的2记飞膝。当然，我们也看到这个真边健太，毕竟他在泰国进行长期的训练，所以他这种拳腿的扫击还是有一定的杀伤力，而且这个选手他唯一欠缺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明显的进攻的一种线路，是我是以拳还是以腿没有，而且都非常均衡。周星打着打着也出现了一丝体力不支大喘气的情况，台下的周志鹏立刻开始临场指挥周星放慢比赛节奏，毕竟前2回合周星早已拿到了可以获胜的比赛点数，那这一回合周星就没有必要继续拼命还击。这时候只要周星拖延比赛时间，不给真边健太进入内围的机会，那真边健太发起再多猛攻都无济于事。正面控制，尽量让他进来，因为毕竟真边健太只有打进来他才有机会。现在周星还是要根据中段距离有机会，还要采用飞膝动作重击对手，因为他现在拳的打击力在下降。现在我们看到真边健太第3回合最后一轮先叫声在哪里？这周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，因为现在周星的这种体能下降非常的厉害。尽管现在周星想用飞膝来
打击对手，但是体能下降了之后，他的发不上力了，就发不上力了。哇，又一个大摆拳起来，前摆。这种场面上是日本的真田健太在控制周星，因为周星的体能下降非常明显，还有最后的10秒，周星坚持住。在第3回合比赛里面，红方选手周星曾经用飞重击过真田健太，对他强突，全场结束。这样的话，就应该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周星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周星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